10种贝类的致命清洗方法，你以为是屠杀，实则是养菌。第一种错误，90%的人都在犯，别再瞎折腾了。你那些自以为是的屠杀妙招，不仅没用，还可能正在亲手喂出一盘病菌浓汤。你那些加盐、滴油的仪式感，在贝类眼里，可能跟谋杀没什么区别。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贝类的致命清洗方法，来一场厨房里的贝类革命。第10名，用浓度不对的盐水，这是一个90%的人都会犯的最核心的技术错误。我们都知道要用盐水，但盐到底该放多少？放少了和用淡水泡没区别，蛤蜊会渗透压休克；放多了，盐度太高，蛤蜊会觉得太咸了，同样会应激性的闭壳。黄金比例是多少？记住，海水的平均盐度大约是3.5%，换算过来就是2瓶矿泉水约1升水，配2瓶汤匙约35克盐。你只有调配出最接近它家乡味道的人造海水，它才会感到最舒适、最安全，从而最大程度地张开贝壳，欢快地呼吸和吐沙。第9名，用纯淡水长时间浸泡。蛤蜊、花甲这类海水贝类已经适应了高盐度的海水环境，你突然把它扔进几乎没有盐分的纯淡水里，巨大的渗透压差会让它的细胞大量吸水、肿胀，甚至破裂。它会因为极度不适而紧闭双壳，根本不会张口吐沙，最终在痛苦中慢慢死去。第8名，吐完沙后继续在原水里养着。看到盆里的蛤蜊已经吐了很多沙，水很脏了，但想着反正等下还要洗，就让它们继续在那盆沙水里泡着。这是一个2次污染的巨大陷阱。贝类是通过虹吸管不断的吸水和排水来呼吸和滤食的。当它吐出沙子和体内的废物后，如果你不及时换水，它会把这些已经被排泄出来的脏东西，连同那盆水里的细菌，再重新吸回到自己的身体里。第7名，在水里滴香油或醋。在水里滴几滴香油，据说能隔绝空气，比蛤蜊吐沙；或者加点醋，据说能杀菌。这纯属想当然的瞎操作。香油确实能在水面形成一层油膜，但隔绝了空气，你这是在加速让蛤蜊缺氧窒息。而醋则会改变水的酸碱度，强烈刺激贝类的软体组织，让它因不适而更不敢张口。这些画蛇添足的操作都是在帮倒忙。第6名，用热水或温水泡。想着温度高一点，蛤蜊的新陈代谢会不会快一点，吐沙更快？你这不是在加速吐沙，你是在直接把它烫死。贝类对水温极其敏感，稍微高一点的温度就会让它的蛋白质开始变性，直接闭口归西。你最后得到的是一盆煮了蛤蜊尸体的浑水和一堆再也不会张口的哑巴蛤蜊。第5名，反复颠簸或摇晃。把蛤蜊放在一个盆里，盖上盖子，疯狂地摇晃颠簸，以为能把沙子晃出来。你这是在对蛤蜊进行一次残酷的脑震荡酷刑。剧烈的摇晃确实可能会让一些体力不支的蛤蜊被迫吐出一点点沙子，但更大的可能是你已经把它们内部的组织，特别是连接贝壳的闭壳肌给晃伤或晃断了，这会让它们应激性的紧闭双壳或者直接死亡。第4名，直接用盐搓洗贝壳表面。在吐沙前，先用一把盐狠狠地搓洗贝壳的表面，以为能杀菌消毒。你这是在用盐分炸弹攻击它的味觉神经。贝类的边缘分布着敏感的感应细胞，你用高浓度的盐去搓它，强烈的刺激会让它立刻应激性的紧闭双壳，进入防御状态。短时间内你再怎么泡，它都不会张口了。正确的做法是吐完沙后，再用刷子在流动的清水下刷洗外壳。第3名，在太浅或太深的水里吐沙。水放得太少，刚刚没过蛤蜊，它会缺氧。蛤蜊需要足够的水体来呼吸和循环，那水放得越多越好吗？也不是。水放得太深，盆底的蛤蜊吐出的沙子和废物会重新被上层的蛤蜊吸进去，造成交叉感染。正确的做法是将贝类平铺在盆底，不要堆叠，水量没过贝类2至3厘米即可。如果有条件，最好在盆底放一个滤网或架子，让贝类悬空，这样吐出的沙子就会直接沉淀到盆底，不会被再次吸入。第2名，在吐沙的水里放铁钉。在泡蛤蜊的水里扔几根铁钉或一把菜刀，据说能让蛤蜊吐沙吐得又快又干净。这背后的伪科学逻辑是铁锈味能刺激蛤蜊。事实是，铁器在盐水中确实会发生氧化，产生铁锈，但这种微弱的铁锈味对蛤蜊的刺激效果微乎其微。第1名，在光亮且安静的环境下吐沙。蛤蜊是穴居生物，生活在黑暗的沙子里，
在他们的基因里，光亮就等于我被冲到了沙滩上，等于天敌来了。在一个明亮的环境里，他会感到极度的恐惧和不安全，只会拼命地紧紧地闭上壳来保命，怎么可能还会放松地张开壳去呼吸吐沙？还用你以为安静是好事？不，在海里，持续的有规律的水流声和环境噪音才是安全的信号。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反而是一种不正常的信号，同样会让他保持警惕。正确的催吐神法是什么？记住2个关键词：黑暗和震动。第一步，用一个不透明的盖子或黑布把盆子盖起来，为它模拟一个天黑了、安全了的黑暗环境。第二步，在盆子旁边放一个能发出持续轻微嗡嗡声的东西，比如手机的震动模式或者一个小风扇，模拟海浪和水流的声音。你这样做等于是在亲口对隔离说：嘿，哥们，到家了，安全了，放心大胆地上厕所吧。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能让你家的餐桌少一些沙子，多一份鲜美，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同样热爱海鲜的朋友。感谢您的收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